上期视频我们在地下世界寻找古石刷怪龙，一次性探索了5个古石的刷怪龙，但是在我即将返程之时，却遇到了一只地狱犬。本想与它正面刚一波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个家伙好像是做了加强。紧接着古石大队又出现啊！不得不说，这波偷袭真是妙。很快啊，我就回到了主世界。这次的收获呢也是非常不错。只是现在我又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，那就是我必须要建造一个石头大别墅，然后呢再建造一个黑曜石熔炉。上期视频我也发起了一波投票，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平原地形建造的石头大别墅居然不受欢迎了，而是让我建造一个空中碉堡。OK， 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废话要多说，干饭时间到。今天我们要干的第一件事，那就是先来到矿洞收集一点黑曜石。搭建大型的黑曜石熔炉要用到很多的黑曜石，而且制作黑曜石熔炉核心的话，也需要用到很多黑曜石。这样的话，黑曜石的收集我们是越多越好。收集的整个过程我就不想多说了，因为在传送门附近的黑曜石真的是太多了。只是在收集的过程中有这么一个小插曲，我忽然看到了我的好大哥亡魂对着灯笼面壁思过呢，真的是太奇怪了啊！当时呢我还多少有点紧张，其实大可不必，因为现在我穿的是高碳钢装备，减伤20%，而且我还手持一把附魔的远古金属剑，对付他那简直就是手拿把掐。收集完黑曜石，我们来到丛林地形，收集一点木头回家做一下书架。回到庇护所，家里的石头就这么多，管它够不够，咱们明天开始准备建造咱们的空中大碉堡。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出发了，我选择建造的位置就在这里，这里的地势比较平坦，后期呢我们可以选择把黑曜石大型熔炉放在这里。OK， 那么现在咱们简单将地形给它修整一下。现在我们开始建造咱们的空中大碉堡，简单修建一个平台，然后放上台阶。为了节省材料，我们都采用半砖，用了1天的时间将地面修整完毕。这次有点整懵了，感觉这次修建的大碉堡好像面积有点大呀。不过这样的话，后期我们就可以把附魔台直接放在家里。从地下世界搞到了2个属性币，我们简单给它吃一下，2个属性币全是增加0.1的攻击伤害。碉堡的层高我准备建在4格高，建的确实有点大了，中途石头不够用了。不过我早有准备，火药我已经拿上了，去旁边挖点沙子，制作一些 TNT 来炸石头。差点忘记了，制作房子也不能只用石头啊，我们还得用玻璃，所以用 TNT 先炸点沙子，回家合成一下玻璃。再放着 TNT 炸点石头。日落时分，大体框架已经建造完成，现在我们把屋顶给它铺上下半砖，防止刷怪。只是这个小白一到了晚上是真的烦呀。可是即便是条件如此恶劣，咱们的房顶还是铺设完毕了。只是我这刚建的房子，你这僵尸就开始给我拆家了。回家之后，今晚咱也别睡了，烧沙子搞玻璃。就这样，我仅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建好了一座空中大碉堡。现在我们把物资给它搬过来，没想到这个搬物资是最麻烦的，就搬这点破东西，我用了2天的时间，你敢信？找个角落倒桶岩浆，把干锅放上。如此一来，我们的空中大碉堡已经完工了，兄弟们。现在我们开始建造黑曜石大型熔炉，先放1桶岩浆。建造的过程呢，我也不想多说了。家中的黑曜石有限，这次呢，我一共搞了3个黑曜石熔炉核心。烧矿的话，那肯定是绰绰有余。为了让我的空中大碉堡更有辨识度，我还在它4个角底下各放了一个大红灯笼。然后在这里呢，我有一个问题，目前我用的水袋是黄金水袋，这个水袋呢可以供我喝10次水。可是为什么我升级成为硬石水袋之后，它的喝水次数反而没有提升呢？还是喝10次。密银矿也烧制完毕了，我们先制作一个密银工作台。密银镐的合成配方也做了改变，首先我们需要用硬石锭来制作硬石棒，然后来到我们的黑曜石大型熔炉里来烧制，我们这样就可以得到密银镐。同样我们也会获得成就，流淌着最强大的魔法。 OK， 密银镐也有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只差附魔台了。当时我去探索地下世界的时候发现了一处钻石矿，那就事不宜迟了，咱们现在就把钻石矿给它挖回来。当然了，去之前我们家里还有2本附魔书，一本是时运3，一本是效率5，那还废什么话呀，肯定要砸时运3呀。很快啊，我们就来到了地下世界，并且找到了这处钻石矿。2只古尸一路上对我是穷追不舍，想要置我于死地，那他俩肯定也别想活着回去。兄弟们，不愧是我，时运3的密银镐挖4块钻石原矿，还是4块，愣着干嘛？请把弹幕打在欧皇上。回到家之后，先把钻石附魔台给它做出来，剩下的就是合成纸、合成书、合成书架，最终就是木头够用，但是甘蔗有点少，距离我的满级附魔台多少还差点，那就明天一早准备出发，咱们去沙漠地形寻找甘蔗。
这次寻找甘蔗，我也是一路向北，大概用了2天的时间，运气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最起码没有什么生命危险。最终我们在生存的第121天做出了满级附魔台。目前呢，我的经验等级是61级，我感觉也是时候为我的武器以及装备来搞一波小附魔了。只是今天肯定是不行了，下期视频我们开始搞附魔吧。最后我再吟诗一首：建造空中大碉堡，用时3天真不少。大型黑曜石熔炉，烧制得到密银镐。地下世界走一遭，4颗钻石刚刚好。各种分解，各种搞，满级附魔台来到。下期视频搞附魔，各位千万别迟到。